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小火龙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。可以看到的话，它这边的话是带的战役，还有砍倒，然后吸血，再加上一个过度生长。但这边可以看到啊，它带的是相位，没有选择说带征服者啊，或者说其他的了。不过这局首先一个点确实对线上不好打，一个射手之间的话太长了，其次是那个锤石的英雄啊，在线上压力是很大的。你看他 E 技能，而且范围还蛮远的，不是说要贴上来交技能才能控到。而且小火龙啊，它到了就是它满倍就是叠有那个灼烧效果的时候啊，小火龙的 Q 是完全能一直持续续上这个战役这个符文的。但其实 Q 一下，基本上也是可以把战役这个直接续满，只要有技能能命中的话。哦，完了，这边闪现被勾到了。辅助率先给出了1血。小火龙有个点啊，他现在是加强了前期，但削了后期。他现在不再是150层就有那个叫什么被动了，是175层。但前期的话，从25层减到了20层，就可以有进化成下一个阶段。而且还有个点就是，辅助装备啊，如果击杀小兵不是一样是会回到那个射手身上嘛，然后就是辅助击杀小兵的话，是能帮这个小火龙叠 Q 的，是能叠 Q 技能的。待会你们自己注意，或者说往回拉，你们可以看到刚刚那个辅助装备是能叠那个什么，这个 Q 技能的被动。你看这里20层的话，就已经有那个放 AOE 效果了。QW E 上来 A 2下，把对方的闪现给打出来了。哎，这里有点想用大招去叠被动啊，后来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对方2个都是残血了，但这边盲僧过来，大招起手，能烫死一个吗？烫不死，哦，烫死了。对面的女警好像有点小装，那个血量还敢来这么杀，嗨，这一技能拉开，但家里奥盛大登场。然后这边圣是直接飞下来参团，像这种高分就是这种，他应该是好像是那个带主牌5牌带水友，所以圣的话真的，之前有个粉丝就说的挺对的，就是说圣单排真的很累，确实，而且你没有沟通的话，你随时你要自己去分心去做更多的事情的话，而不是说队友通知你，然后你就成为一个执行机器这样子。比如说你要一直去关注，一直去思考什么时候大招去救队友，和队友跟你就是说啊，给你信息，给你指令，说你准备上，然后要大招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哎，这个有点装了吧？这样还回头去吃大招伤害。盲僧又来了，哎，预判 Q 失误了，哎，他不预判反而能命中。
上单哦，这里是打野胜，哎呀，但最后还是被踢到了。哇，这大人精彩操作，太经典了，太变态了。哎，烦了，没事，反正不要再送人头就好了，问题不大。太抽象，他那个 W 不如一开始就摁掉，我天哪，他还炸自己啊！不过他应该是直接想赶过去，然后队友还有直播间的啊水友那个粉丝已经笑得不行了。米利欧说，其实可以出无尽的。他这里在说这个叫什么啊？那个炸弹人啊，直接可以套无尽，平 A 算了。其实平 A 伤害也不低，有特效平 A 的。啊，炸弹人有个点啊，他手不行，他的手还是太那个，太短了，他是不能做成 AD 去玩的。来了，直接打龙，这里 W 去逼对方走位啊，不要太轻松的让对方直接能走过来，E技能去拉扯对方。这里大招的话，能打到对面吗？啊，没有打到对面的射手，这边抢龙失败，可惜，不应该这么哎玩，主要是圣这个英雄啊，抢不到。这个没打野圣打野，其实在这个版本并不是很强啊，不太建议大家去玩啊，跟大家先说一声。所以其实圣这个英雄我都不太建议你们去玩。你说你大招飞好了，队友也不会说夸你是好大招，是吧？你大招飞不好，队友说圣你的大招呢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还不如你老老实实玩个赛恩什么的。这个皇子上单很明显就不会打。我跟你说，皇子上单打什么？主 W 技能，一定是要扛住对面的压力以后去反打。圣就是那个什么，皇子这个上单英雄就是这样子玩，很强。米利欧不会及时往后拉呀，一直吃这个加里奥大招，但还好圣这边登场了。他后续伤害太高了，圣的话应该活不下来，还行，有E技能拉开了。这个塔的话是守不了了。闪现出来，剑魔登场了。这局前期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劣势，但这边加里奥是能换掉，还行，不亏。前期劣势蛮大的队友，但这边8分钟叠了120层的样子，还好，其实不算说特别差。叠得快的话，150层的样子就可以了，但削了以后要175层啊。175层，其实节奏点就往后拖了一点点，就看队友这边有没有那么多资源给他去刷。炸弹人又被抓了，这里大招叠一下被动，只能是这样子。直到技能命中敌方英雄 ，W 和 Q 技能还有大招都是能叠这个被动的。所以能大招命中对方就无所谓。8-0的盲僧啊，这边一定要注意对方的越塔行为，不要给对方太多的越塔的那种就是绕后加里奥这样子硬上。说实话，这边只要稍微有点肉的人顶在前面，这个加里奥吃到就是反吃控制的话，他绝对是被留在塔下的。这加里奥说明有一点玩得很一般。对面的大哥应该就是这个盲僧玩的比较好，
他们对面要么也是5排，然后加里奥中野联动，要么就是中野双排这样子一个打法。但这边应该就5排车队的话，大概率也是遇到5排车队的。哇，这边叠的真的挺快啊，10分钟160层，比我预想的快。看来，其实我之前判断的十分钟大概123层、130层，其实是偏慢的了。但普通人如果能叠123层、20层、130层，我觉得已经 OK 了啦。哎，我不要求那么多了。这边的话直接开始斩杀了。哦，他的 E 技能命中的话也是能叠被动吗？哦，是只能叠一下，但不同单位应该是可以多叠的。我这一波打回来，但哇，剑魔太肥了呀！这剑魔，这剑魔再出来根本就顶不住啊！这皇子还在带线，奇迹行者还在带线，但这一波很赚了啊，拿到了3个人头。这个又不带爆破，皇子好慢啊！大招回去，我丢，太牛了！顶级操作。皇子啊，就是前期的时候，他那个 EQ 肯定不是往那个草那边去，而是反方向往那个剑魔那个方向靠，然后呢，去利用墙体 EQ 穿墙。这样的话，对面就是比较厚的墙体的话，他就一定是要交闪现，而不是说交个 E 技能就可以拉近你的距离，知道吧？玩皇子，你们一定要记得，你要跑路的话，一定是靠近那种比较长的墙体，让对面掉闪现来追你，然后你有闪现的话，你可以再交闪现跑路，懂了吧？这里大招，哦 ，E 技能是叠不了被动的，那就是 Q 技能。前面那一波是 Q 技能叠的比较多，因为 AOE 范围。就 AOE 以后，你只要能用 E 技能跟对方拉扯好，你 Q 和 W 的技能丢好一些，其实叠被动叠得很快的。这一局其实就是只需要坚持下去就可以了。对面阵容拖不了太后，后面盲僧跟那个盲僧就吃不住啊，只要不被对面的剑魔秒掉，就贴脸上一套技能灌死的话，这局整体来说应该不会说太难。这边瞎子很会玩啊！这个，哎呦，这里还好没被 Q 到啊！回头就给大招。这个大战人是个妹子啊，说实话玩的确实很菜。哎，还是哎，不过说实话，有些人确实没说错啊。联盟手游的话，相对来说，相对于同行的其他 MOBA 类游戏来说，确实是过于硬核了一些。但你如果说跟端游比，说实话，手游已经很简单了，简化了很多操作了。
你现在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比如说你是一个英雄联盟老玩家，你现在玩回去，我跟你说，你连白银你都打不过，开玩笑，我已经被虐过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哇，说实话，我很难想象，我一个定级那里显示，这里的话这么在狭窄的地方打团，哎呀，最后被盲僧打掉了，可惜。这里的话没有小火龙的话是没有伤害了，必须得往后拉。资源是根本吃不了啊，外面的资源去吃的话就瞬间被开。就是说到前面啊，我当时是定位是显示在了黄金，就是它有隐藏分嘛，它的隐藏定位是在黄金。然后我一进去排位的时候，我靠，什么钻石啊？这不3个钻石跟我是队友，那对面有4个钻石，然后有个铂金，当时人都懵了啊！然后我一回去，我感觉天旋地转，感觉世界观正在崩塌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是对面的手速这么快的？我靠！看来年轻就是好啊，真的是。而且专注力真的下降很多，就是你很长时间没去玩这个游戏的话，首先一个点，年纪大了以后，你的反应能力其实还好，这个是其次。我跟你说，反应能力其实不会说下降特别多，反倒是你随着年纪增大，你的阅历越来越多啊，你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后啊，你的专注力就是会变差。我跟你说，你年轻的时候，我靠，你那个专注力，你可能读书专注力，比如说学习东西啊，上学的时候专注力比较差，不爱读书，对吧？不爱上学。但是你打游戏那时候的热度是吧？你的那个专注能力是很强的。然后后面去玩，哇靠，被虐到爆，然后赶紧卸游戏，玩不了，确实变菜了。所以现在也就玩手游。如果早几年做视频的话，可能你们看到的是英雄联盟端游博主，而不是英雄联盟手游博主。上来。这剑魔跟这个谁，手玩中路，手上路，手玩下路，手水晶，真的是，这边对面硬上有机会吗？对面的射手是很残的，对面的站位已经很散了，这个时候4个残血，有机会可以打的。这个闪现如果利用的好的话，但没有蓝量了，还是守塔为主。硬是把这个经济刷上来的，但是说实话，这边的话队友是说玩得很一般，所以这边很多的资源都是可以自己吃到的。这个辅助说啊，要神装是吧？没问题，叫妈妈就给你。我操，太变态了！说实话，在瓦罗兰特里面啊，年轻人们都爱叫妈妈，但在 CS:GO 里面啊，一群老登喜欢喊妮可爸爸。最近不是完美平台嘛，就是CS 的一个对战平台嘛，然后对面这次是最近有在中国举办一个比赛，这里的话找到一波机会，对面全部落单，对面这只盲僧这边就蹲着你这个射手来打，但后续完美的做成了一个0换4，对面还有个剑魔，最后烫死。游戏结束啊！这边拿完远古龙，肯定回头去拿大龙的，直接拿大龙。这里让炸弹人回家补装备，这边过来直接拿大龙。
说实话，圣的这个皮肤啊，它这个范围的这个太像那个叫什么，乌鸦的 W 技能了。哎呦，我总感觉它这个是像 W 技能一样，突然冒在这里吓我一跳。然后我之前有一次就真的把闪现给吓出来了，他奶奶的！哎，对面女警真的是前期又刮痧，后期打谁又打不过。我感觉女警这英雄差不多就可以删了都。后面盲僧踢过来，没有金身，没有回家补装备的，但是锁血锁下来了，有远古龙。这边的话拿下4杀，好，游戏结束。啊，这边叠了400层，我天！应该是那个圣的 Q 技能啊，他的W 技能应该是 W 技能，然后有个立场可以避免平 A 伤害。那行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